欢迎回来。周三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和正在天河核心舱执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天地通话问候，期待他们胜利凯旋。3位航天员也向总书记汇报了工作生活情况，并表达了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的坚定决心。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天地通话整个过程语音顺畅，画面清晰。据北京空间信息传输中心总体工程师郑永辉介绍，由多颗中继卫星组成的我国天基测控系统成功保障了这次天地通话清晰顺畅。画面上，航天员虽看起来没戴耳机，实际上他们带着精巧的骨传导耳机，连接手机蓝牙，再通过 WiFi 连接舱内设备。神舟12航天员每人都配备有手机和平板电脑，具备天地之间拨打电话的能力。闲暇时间，他们也可以和家人互相问好。这是中国载人空间站的一个首创。连接无线 WiFi 后，航天员可以按照地面的习惯来开启自己的太空居家生活。在未来的出舱活动中，航天员也一样可以享受到 WiFi 的便利。回顾此前，神舟5号发射时，航天员还不能看到地面的画面。神舟10号发射时可以看到地面画面，但传输速率、后续图像还远远达不到天地通话的要求。而这一次的天地通话中，舱内陈设、航天员面部细节，甚至旁边墙上用中文写着的小字，都看得十分真切。一个小细节的变化，体现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巨大进步。深圳卫视记者还注意到，3位航天员身后悬挂着2面鲜艳的国旗和党旗。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总书记和航天员们的亲切通话，为党的100年华诞献上了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大礼。这艘往返天地的生命之舟成功发射，创造了5项中国首次的航天纪录，刷新了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新高度。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开启了我国空间站建造的新篇章。按计划，在神舟12号任务期间，航天员将在机械臂的配合下开展2次出舱活动。3名航天员中，1人在舱内操控，2人完成出舱，预计需要6、7个小时。为了尽可能减轻航天员在舱外作业的负担，核心舱上的一个机械臂可以快速将航天员转移到指定位置，既可以节省体力，也方便携带各类工具设备。现在，中国空间站正在距离地面近400公里的太空中飞行。目前，空间站已基本建立驻留环境和信息系统。按计划，今明2年，中国还将实施8次飞行任务。到2022年，中国将完成空间站在轨建设，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之后，空间站将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惯于挥舞人权大棒，颠倒黑白，喋喋不休地对中国说3道4，指手画脚。周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加拿大代表一些西方国家借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攻击指责中国。与此同时，60多国做共同发言，支持中方立场，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讽刺的是，自诩人权教师爷的加拿大，近日被爆出在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中惊现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这一发现震惊了国际社会。中国代表多国在本届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对于加拿大牵头在人权理事会与人权高专对话期间就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做共同发言，并计划联合G7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发布公开信，要求人权理事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调查新疆所谓侵犯人权行为与种族灭绝迹象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连续2天指出，白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代表65国做共同发言，强调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反对出于政治动机、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此外，海合会6国致函支持中方立场，20多个国家准备以单独发言等方式支持和呼应中方。90多个国家在人权理事会发出了正义的呼声，这也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人心向背。少数西方国家热衷于编造、炒作、涉华谣言，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目的是打压、遏制中国，阻碍中国发展进程，这注定是徒劳的。我要正告这些西方国家，中国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权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就是加拿大的抹黑是改变不了事实的。国际社会大多数的国家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说明我们做的是对的。然后西方呢是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事实上，长期以来，加拿大自封人权判官，热衷扮演人权教师爷，却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视而不见，避重就轻。6月是加拿大的原住民历史月，然而这个本该致敬和缅怀北美先民的月份，在今年却充满了哀伤、愤怒和谴责。原因是5月底，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市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惊现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其中最小的孩子年仅3岁。这一发现震惊了国际社会，给加拿大种族灭绝再添铁证。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蒋端公使代表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斯里兰卡等国在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就加拿大人权问题做共同发言，敦促加拿大立即停止侵犯人权行为。We call for a thorough and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into all cases where crimes were committed against the indigenous people, especially the children. We urge Canada to immediately stop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同一天，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的因努伊特人议员姆米拉克·卡卡克在下议院的讲话中，声音颤抖地描述了加拿大原住民恶劣的住房和生活条件，政府又是如何手染鲜血地对待原住民。由于受到迫害，族群里的高自杀率令他心惊胆寒。而卡卡克作为一名年轻的原住民女性，在加拿大政坛中也背负巨大压力。由于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她时常感到害怕和不安心。Today is 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Day. It should be a day of celebration of culture and history, but I am filled with a tremendous amount of sadness and anger. There is nothing to be proud of for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is institution. In fact, you should all feel extreme shame. I feel shame that Inuit are continuously being denied the right to live,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加拿大《山峰时报》以卡卡克的演讲“唤醒沉睡中的加拿大”为题的报道指，他的这段发言应当被加拿大政治史铭记，因为如此关键和重要。迫害原住民并不是加拿大近期爆出的唯一人权劣迹。4个月前，另一桩骇人听闻的丑闻同样让这个国家颜面丢尽。加拿大媒体爆出，多名军队高级将领因性侵丑闻遭到调查。加拿大国防部向议会提交的相关数据显示，仅在2016年4月到2021年3月这5年时间里，加军方就收到581份性侵犯报告以及221项性骚扰记录。加拿大不仅没有悔改，也没有勇于承认错误，并关心自己的人权问题，更惶恐说别的国家的人权问题。第二呢，就说明人权呢在加拿大手里用来对他国进行攻击、进行打压的一个工具，可以说将人权这种武器化，然后工具化。有观察人士指出，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有数不尽前科的加拿大，之所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带头抹黑中国，其实离不开美国的背后撑腰。此前，由于特朗普热衷于在国际上频繁退群，美国政府也于2018年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导致现在美国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自然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于是找来盟友加拿大充当恶滑马前卒。加拿大呢，想通过这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种多边平台批评中国呢，来取悦美国，然后向美国展示自己跟美国是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理念，来争取美国对自己的支持。所以呢，加拿大这2年呢拼命的在系列问题上充当美国的打手，然后来向中国施压。美国指使加拿大借人权问题攻击中国的做法引发各方不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日前接受采访时就直言，美国无视自身侵犯人权的问题，却带着偏见批评他国人权。萨克斯教授所谈，反映出一个客观现实，那就是长期以来，美国一边自诩人权楷模，一边无视自身触目惊心的人权记录，肆无忌惮在人权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将人权作为维护自身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赵立坚还以美国采尔萨种族屠杀为例，阐述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罪行。赵立坚一针见血地指出，
无论是对原住民的大规模种族屠杀，还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种族歧视，无论是挑起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战争，造成数十万人死亡、近千万人流离失所，还是滥施单边强制制裁，侵犯他国公民人权，美国人权劣迹可谓是罄竹难书。面对上述斑斑劣迹和累累罪行，他们有什么资格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我们奉劝这些国家好好照照镜子，深刻反省，采取切实措施，解决本国严重的人权问题。美军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再次穿航台湾海峡，这是拜登上任以来美舰第6次通过台湾海峡，也是威尔伯号驱逐舰时隔1个月以后再次通过台湾海峡。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外交部表示，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表态释放哪些信号？孙兴杰、钟飞腾点拨关键。来关注台海局势。时隔1个多月，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于周二再次通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就任5个多月以来美军驱逐舰第6次航行台海。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指出，美方故技重施，在台海滋事搅局，东部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应对威胁挑衅。外交部周三表示，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美国海军第7舰队在官网发布的声明中声称，威尔伯号根据国际法于当地时间周二例行通过台湾海峡。声明还说，威尔伯号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军队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展开行动。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空军大校表示，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美方故技重施，在台海滋事搅局，是对地区安全局势的蓄意破坏，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危害，充分说明美是地区安全风险的最大制造者。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东部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深圳卫视注意到，美舰穿航台湾海峡，往往打出依据国际法的旗号，强调台湾海峡属于国际水域，都是其惯用伎俩。实际上，严格从国际法角度来说，国际水域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存在。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各种国际法中，对于海域的划分大概包括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公海几个大类，并没有国际水域这个概念。从名称上看，公海和国际水域似乎有点相似，但在英语里，公海是 high sea， 国际水域是 international waters， 两者不可混用。具体到台湾海峡，其最窄处也有130公里，最宽处超过400公里。我国目前奉行的领海宽度标准是12海里，台湾海峡自然也不可能是领海或者内水。实际上，此次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时隔1个多月再度穿航台海，上次是5月18日。台湾中央社炒作，美国总统拜登1月20日就职5个多月以来，美军驱逐舰已经6次穿航台海。有军事观察指，美舰2020年穿越台湾海峡13次，而今年仅5个月内，美舰就已6次穿航台海。按此频率，今年美舰穿航台海的次数将超过去年。美军如此大张旗鼓的军事动作，不但会给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也无异于给域外干预势力撑腰站台。周三，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明确表示，美舰近来多次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滋事挑衅，这根本不是对什么自由开放的承诺，而是搞军事横行自由，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蓄意干扰和破坏。国际社会对此看得清清楚楚。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对大陆形成所谓武力威慑，也是美舰穿航台海的重要目的。5月18日，威尔伯号穿过台海后，参考消息就发表评论称，一艘小白船就要威慑中国大陆，别说威尔伯号了，就是把整个第7舰队开过来也不够。想要保卫台湾，那更是呵呵了。估计美军心里也明白，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早已落后于中国，但还想维持一下存在，顺便哄骗一下岛内台独分子，于是就派艘军舰来意思一下。只是美军想过没有，要是台湾的一些二杆子理解错误，闹出点动静来，你要如何收场？
靠哪一艘军舰抵抗中国大陆？估计到时候威尔伯号会跑得比谁都快。拜登上台以来呢，其实并没有改变实质上改变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并且呢，甚至有这个加大的一个趋势，将中国视作21世纪美国最大的这个战略竞争对手。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定位，那么这个台海这个问题呢，对于美国来说就是非常关键的，它会加强对台湾的一个扶持。有军事观察指，这几个月来，美国海军过台湾海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每当美军出现印太地区的航母真空期时，都会组织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根据南海态势感知上周五发布的消息，美军里根号航母编队当天离开南海，正通过新加坡向印度洋方向驶去，计划前往中东地区掩护阿富汗撤军。在此之前，美海军罗斯福号也于5月初离开南海地区，返回西海岸圣迭戈基地。随后，威尔伯号才上演了穿航台海，并进入西沙群岛海域的一幕。而根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周一的报道，美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已经在夏威夷附近开展演练。该航母战斗群预计将在今夏晚些时候部署到印太地区，以填补里根号前往中东后留下的空缺。此外，美国协同他国共同介入台海的趋势也愈发明显。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上周四在欧洲议会上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他还鼓噪称，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不断升高，台湾周边情势的稳定对国际社会而言也很重要。此前，岸信夫还在东盟第8届防长扩大会视频会议上大谈所谓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拜登政府在构建一个压制中国的一个反华的一个这么一个联盟体系。那么这个台海问题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够胁迫盟友选边站的这么一个议题。所以这个是日本为什么这么积极其实我觉得日本方面是比较了解这个巨大的负面影响的，只是说在美国的一个诱导胁迫之下呢，他必须做出这样一种选择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时隔1个多月，昨天再度穿航台湾海峡，你有什么样的观察？拜登上台之后，美舰是频频穿航台海、南海海域，这已经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刷存在感的常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美国军舰包括航母在中国周边海域刷存在感越来越频繁，这既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的动作，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必须赤膊上阵。仅仅依靠军事盟友已经不能够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其次，我们也看到美舰穿航的规律，其实是为美国在亚太地区航母空缺补漏。美军的罗纳多·里根号航母编队在18日离开南海，正通过新加坡向印度洋方向驶去。看似庞大的美国海军力量也难以满足全球霸权的需要，也就是说，威尔伯号在台海、南海的动作更像是表演，尤其是进行公开的炒作和渲染，不外乎就是向外界释放美军在亚太地区没有空缺，掩盖其战略力量的虚弱。最后呢，随着美舰穿航次数的增加，其边际收益也是急剧的下降。一方面，美舰受到中国海空军的全程的监控，只能做出表演的动作。另外呢，穿航台海能给台独打气撑腰吗？中国军队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意志是坚决的。美国军舰穿行台海，台独分子也没有得到什么保障或者是承诺。而且美国重申不改变一个中国的原则，对于美国军舰的表演，我们也没有必要闻鸡起舞，配合它表演，只要不涉及到我国的主权和领土核心利益，视而不见或者是战略忽视，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反制。就像一条狼狗在我们的家门口很远的地方晃来晃去，只要我们手握打鼓棒，就可以无视这条狼狗的存在。美军声明说，威尔伯号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您是如何看？这是美军对威尔伯号穿航台海的托词，但也透露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真实的战略目的。美军所谓的自由航行计划，就是说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进行航行和飞行，但是美国连联合国海洋法都没有加入，又怎么去界定所谓的国际法允许的行为呢？另外呢，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是美国在这一地区非常庞大和系统的战略计划。
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也提到过，印太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地缘政治的含义。在上个世纪30年代被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制造出来，直到前几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旧调重弹。美国政府呢，在2019年出台了首份的印太战略报告，拜登上台之后，急剧提升了印太这一概念的战略地位，并且进行了一连串的行动，充实印太战略的内容。在我看来啊，美国的印太战略至少包括3个层面。首先呢，就是军事层面，重新修复和扩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如果同盟体系不够强，美军就不得不加强前沿部署。除了本地区的盟友之外，美国还将北约的力量引入印太。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将在太平洋建立常备海军特遣部队，其实呢，就是在复制冷战期间大西洋常备海军舰队。这一计划有可能是北约印太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个层面就是印太地区的产业联盟，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将日本、台湾地区甚至韩国等半导体生产基地连成一体，重构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组建美国主导的产业联盟。最后呢，就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同盟，也就是美国不断强调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自由和开放的标准是美国制定的，不符合美国要求的规则就不合法，被认为是威胁甚至是敌人。由此呢，在印太地区形成基于美国规则的新的文明标准。由此可见，美国急剧提升印太战略地位，目标是将印太地区打造为对抗中国的地缘政治的集团。当然，印太现在只是生造出来的概念，印太的空间足够宽广，足够多样。我们以更大的自信去面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以更大的开放推动亚太经济社会的发展，让美国的新冷战战略不战而败。好的，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连日来，台湾多地不断传出有民众打完日本捐赠的阿斯利康疫苗后猝死的案例。对此，民进党当局至今没有任何官方回应。与此同时，蔡当局继续在抗疫合作上大搞政治操弄。立陶宛宣布将捐赠台湾2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并计划在台湾地区开设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三，外交部予以坚决反对。周三，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增104例本土新冠确诊病例，新增24例死亡病例。截至目前，台湾累计确诊14260例，死亡599例。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还公布称，全台3级警戒延至7月12日，为此波本土疫情第3度延长警戒期。连日来，台湾多地频传民众打完阿斯利康疫苗后猝死的案例。尽管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一再声称，尚未有死亡案例被判定与疫苗有关，死亡者大多为高龄且有慢性病的患者，但仍引发岛内民众人心惶惶。据台湾中时电子报周三报道，周二再有25例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死亡案例，累计已达144例，范围覆盖全台。在死亡个案中，最年轻的仅42岁。不是不想打啦，一直是在考虑啦，但是莫德纳医院比较大。岛内专家指出，阿斯利康疫苗之所以在台湾出现如此严重的副作用，主要有2大原因：一是接种群体年龄大多在75岁以上，本身就患有许多基础性疾病，对新冠疫苗的耐受性不太好，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极易诱发基础性疾病；而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阿斯利康疫苗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早在今年4月份，欧洲多国以及亚洲的韩国和日本就接连爆出接种阿斯利康后出现不良反应乃至猝死的案例。欧洲多国曾一度决定暂停阿斯利康疫苗的使用，而此次为台湾无偿援助阿斯利康的日本，也是在近期才宣布解禁该疫苗。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4月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之后，第2剂选择了莫德纳。德国政府建议60岁以下已接种第1剂的人，第2剂疫苗可以施打不同的品牌，以确保安全。而默克尔今年已66岁，并不在建议混打范围之内。不过，不仅是默克尔，包括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等多名政要都选择不打阿斯利康。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猝死事件频发，蔡英文当局并没有任何的官方回应，也没有对原因进行仔细的调查，其采用的措施是掩饰有关数据，让民众忽视阿斯利康疫苗的不良反应。如今，在面对到底是否应该接种疫苗的问题上，岛内民众也表现出了进退两难。
台中市长卢秀燕批评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做出说明和解释，到底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是否会导致死亡，而不能将是否要接种疫苗的责任交给民众，这个代价实在过于沉重。有分析指出，民进党当局似乎并不想这么做，或许是担心解剖后发现多数死亡原因真的因接种疫苗而起，同时也担心衍生后续赔偿与国际交涉，比如日本捐赠疫苗的良莠问题等。不管怎么样，疫苗是一个因，造成的死亡是一个果，必须要有人去做连结。你不是用另外一套因果来证明这个因果无关，这是在推理逻辑上很谬误的一个现象。AZ 这个疫苗因为日本来的，我们也没办法去讨论它，也没办法去质疑它。所有打在身上的这些疫苗 AZ， 我们只能接受它。甚至呢，我们老百姓的父母亲因此而造成死亡跟重伤，我们也不能提出任何质疑。蔡当局对岛内民众的关切置若罔闻，却继续在抗疫合作上大搞政治操弄。周二，立陶宛宣布将捐赠台湾2万剂阿斯利康疫苗，预计在9月底之前抵达。对此，蔡英文急忙表达感谢，还宣称这份来自波罗的海的友谊弥足珍贵。消息传出后，也引起网友议论。除有些网友感谢立陶宛外，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讥讽民进党当局：台湾的疫苗真的都要靠别人送吗？台湾好惨，像是被施舍10块钱的感觉。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也批评民进党当局是疫苗乞丐，却遭绿营人士围攻。批评他说所谓的乞丐，就在于说我们明明有钱，你为什么装得跟乞丐一样？那你这个乞丐的背后，其实更可悲的是，你希望国际社会创造一个形象，说国际社会在支持你民进党政府，那这个值得吗？整个国际上认为说，台湾它在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核可的疫苗进口，用的理由其实是一个政治性的理由。那你想想看，国际社会怎么会看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蔡英文来讲，它是更大的一个伤害。立陶宛近来与台当局的一些动向值得警惕。立陶宛政府不仅多次叫嚣中国是所谓主要的安全威胁外，还于今年3月宣称计划在台湾地区开设贸易代表办公室。不久前，立陶宛甚至宣布退出中东欧17+1机制。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3的记者会上强调，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反对建交国同台湾互设所谓代表处。我们敦促立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恪守建交承诺。中方也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任何妄图在国际上制造2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都不会得逞。此外，赵立坚还重申，对广大台湾同胞面临的严峻疫情始终感同身受，一直明确表示愿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奉劝台湾当局把心思放在科学防疫上，消除人为的政治障碍，让广大台湾同胞的生命健康、利益福祉切实得到保障，而不是为一己之私利，持续在抗疫合作上大搞政治操弄，这是对台湾同胞生命健康的漠视，有违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正如赵立坚所言，岛内疫苗紧缺，蔡当局却依然出于政治算计，阻碍民间采购疫苗。继鸿海、台积电、慈济基金会被卡关后，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同样想捐赠疫苗，却受到重重阻碍。张亚中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周一已收到台卫生福利部门的回函，文中并未明确表达是否愿意接受捐赠，而是重申既定立场，要求提供包括原厂授权书在内的8项文件才能提出申请。同时也表明，依据目前相关规定，大陆生产的生物药品不准输入台湾。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在争的不只是疫苗的本身，而我更重要的是希望更多的疫苗能够到台湾来，让台湾的老百姓能够施打到。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我个人希望两岸关系能够变得更为的和善。我们知道，其实疫苗本身不应该有政治性啊，可是这件事情的确民进党的操作之下，已经变成了非常政治性。那这对于两岸关系发展来讲，我个人认为是会雪上加霜。
中国自主研制的首艘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在今年4月入列，而在本周二，央视播出最新拍摄的视频，独家曝光了海南舰的内部画面，引发广泛关注。画面显示，舰船内部容量巨大，装备齐全，直通式甲板更是霸气十足，俨然一艘小型航母。有分析指，075型两栖攻击舰与071级两栖船坞登陆舰搭配，可形成两栖打击群。如果再与航母编成特混舰队，既具备很强的制空和制海能力，也有很强的两栖攻击能力。未来如果需要在南沙岛礁、东沙群岛，甚至台湾岛及澎湖列岛都有施展空间。那么走进这艘舰艇呢，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高，它的高度有15层楼那么高，和我们现役的海军航空母舰、山东舰和辽宁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从央视播出的画面可以看到，记者在登舰时，先要在码头岗亭检测体温和消毒，之后才能通过舷梯登上海南舰。在登舰后，通过一道道走廊，先参观的是海南舰上专门用于停放车辆和气垫船的车辆库与坞舱。坞舱主要位于全舰最底层，这也是方便坞舱内的气垫登陆艇与两栖车辆涉水进出海南舰而设计的。而车辆库中主要用于停放重型装甲装备，比如两栖装甲车、主战坦克等装备。这是坞舱，主要搭载气垫，它的是通用登陆艇。这地方是车辆库，主要搭载重型装甲装备，比如说主战坦克、两栖装甲车。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海南舰无论是坞舱还是车辆库，空间都比较宽敞。虽然出于保密因素，没有出现这两个可以推测海南舰两栖作战力量潜力舱室的全貌，但从局部镜头中依旧能感受到舱室的宽大。比如在某个镜头中，车辆库中就展现了以密集队形停放了多辆两栖装甲车的场景。在车辆库中，镜头还专门给了海南舰舰徽一个特写，并由海南舰舰长吕永军专门讲解了海南舰的舰训。舰训是忠诚无畏，精武善战。体现一个联合作战的元素，两栖攻击舰、舰载直升机、气垫艇、坦装。而在参观完最底层的坞舱和相邻的车辆库以后，吕永军舰长就带领记者通过车辆库的货物升降梯上升到了机库。这个连接车辆库与机库的货物升降机大约有20个平方大小，可以方便地将直升机配件、弹药、货物、设备等运送到机库内。同样的，海南舰的机库因为也是能体现出075型两栖攻击舰航空作战力量的重要舱段，并未在节目中展现全貌，连能体现机库局部高低的镜头都没有出现。但在其中一个镜头中，可以清晰看到机库地面上有数字11和停机位中心线的标记，因此可以推断075两栖攻击舰的机库中至少拥有11个直升机停机位，而且是能满足直八停放的大型机位。通过吕永军舰长介绍得知，海南舰的机库中装有前后2部升降梯，可直升甲板。一个是前面有一部舷内升降机，后面有一部尾部升降器，可以同时快速的调运直升机。因为前部舷内升降机面积较小，只能一次运送1架直升机上甲板，而尾部的大型升降机则支持一次运送2架大型直八直升机上甲板。也就是说，075型两栖攻击舰拥有同时运送3架直升机上甲板带飞的能力。乘坐舰艇尾部的升降机上升到飞行甲板，一个全通甲板出现在记者的面前。海南舰的甲板布局和航空母舰类似，采用紧凑型的编导式布局，最大限度提高甲板作业面积。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具备较强的两栖作战和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配备有导弹、舰炮、电子战等武器系统，具备较强的自我防御能力。通过甲板特写镜头可以看到，虽然海南舰现在主要航空作战力量只有直升机，仍旧需要像航母一样由大量舰员排队扫甲板，排除任何影响直升机起降、运输的甲板义务。而与航母舰员一样，两栖攻击舰的甲板人员服装也按照职责不同而采用不同颜色来表示。而我们还看到，在平整的海南舰甲板上有规律地分布着大量小圆孔，这些小圆孔就是用来将直升机固定在甲板上的锚点。此外，视频中还曝光了央视记者在某海域记录的海南舰直升机起降训练的画面。首批2架直升机依次降落在2号和5号起降点，记者在位于2号点位的安全距离拍摄，虽然做好了准备，但还是被直升机旋翼卷起的风吹得站不住脚。
在舰岛后端的航空舰岛，指挥员在这里可以通视整个甲板作业情况，高效有序引导直升机起降。飞行结束后，甲板上各个岗位按规范流程固定飞机，转运至停机位或机库。目前人民海军拿到的这个舰艇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2栖的这种攻击舰，比如说最典型的法国的西北风啊，实际上呢是优于它的这种性能的。我们现在看到075型的2栖攻击舰连续的生产，说明呢它就是一个是急需才连续生产嘛，大量的装备嘛，还有一个呢，它对它的这种技术或者是装备的可靠性有信心。